肉鸽杰克21点这款游戏真的好玩，核心呢就是把经典的21点游戏跟肉鸽玩法融合到一起，玩起来又爽又有策略。游戏在前4难度是超爽的肉鸽加21点的融合神作，但是从第5难度开始，游戏数值崩坏。接下来我把游戏的玩法、规则、套路给大家讲透，新手也能直接上手。先说基础的21点玩法，核心就是凑21点，和对面比点数大小、定胜负。游戏里基础操作就3个：要牌、停牌、加注，规则特别好懂。游戏开局默认给双方发2张牌，拿到牌之后想继续凑点，就可以选要牌，一次只能抽1张，没到21点呢就能一直抽。那么如果点数直接获得21点，就直接进入结算界面。但要是抽牌后点数超过21点呢，直接爆牌，败轮点数归0。当然不一定会输，因为对方也有可能会爆牌。双方都是0的话是平局。比如说玩家抽到牌已经到达了18点左右，那你觉得再抽牌会爆牌，就可以选择停牌，等着对面亮牌比大小就行了。再重点说一下游戏中的加注操作，这个操作是游戏中的关键操作，也是触发卡牌效果的核心点。加注的意思是你拿到初始2张牌之后，只再抽1张就结束抽牌，最终手里3张牌，只要这3张牌的点数小于等于21点，且比对面大，就算加注成功。而且不管这3张牌凑没凑到21点，只要你赢了，都能触发卡牌上的效果。卡牌上的效果后面会说，但如果加注出的这张牌直接让你爆牌呢，那点数还是归0的。这要画个重点，游戏里面凑出21点能够触发卡牌效果，加注成功也能触发卡牌效果。在默认的单场对局中，加注最多只能到3次。凑21点以及加注的玩法是能够触发卡牌效果的核心方式。那么聊完基础操作，必须说一下卡牌效果，这是游戏的核心玩法之一。首先，游戏里的4种花色，每种都对应专属效果，而且游戏并不是一局21点就能定输赢的。是玩家操作的角色和对面角色血条进行对战，进行21点的比点数过后，输的一方攻击力是0，赢的一方攻击力的点数就是攻击伤害，双方有一个角色血条归0了才算是战斗结束。另外，纸牌的花色效果会在伤害结算阶段生效，仍然是比较点数结束后，输的一方点数归0，赢的一方所有的纸牌点数加1遍，然后再根据花色有不同效果。比如说红桃，它是回血效果，结算是红桃的点数是多少就回多少血，回的血量大小不能超过角色最大血量。黑桃是有伤害加成的，黑桃牌的点数能够再次计算伤害，加到最终伤害中。方片牌的颜色是拖延效果，方片纸牌的点数是多少，就从对面偷多少金币。假设对方已经没有钱了，那就偷不到了。梅花颜色的纸牌是加幸运值，幸运值越高，抽牌凑21点的几率越大。比如说你现在手里有17点的纸牌，你再抽4点，幸运值高了，抽到4点的概率大幅提升。幸运值越高，就是帮你能够精准抽到相应的牌。除了花色基础效果之外，卡牌还有各种封面特效，这部分是完全借鉴了小手牌的设计，特效种类多，玩起来花样就多。挑几个给大家说一下。金色牌触发效果时能够根据点数偷对面的钱，黑色的封面特效是防爆牌，收到这张牌时总点数超过21点，本该应该爆牌，但是因为这个效果，那么这张牌的点数送到0点，确保总的点数不会超过21点。大家上手玩这款游戏慢慢探索就知道了。接下来说一下游戏的肉鸽关卡模式，这部分核心借鉴了杀戮尖塔的走格子玩法。地图里面有随机的事件、精英怪、小 BOSS， 但有一个超贴心的改动。游戏中的商店并不是地图里面的随机偶遇节点，而是随时能打开的。不管你在地图哪个节点，想要逛商店，直接点左下角就可以。而且每闯过一个小节点，商店里的商品就会刷新一次，买东西非常方便。游戏中商店能购买的东西分为3类，第一类是饰品，就和杀戮尖塔小手牌中的道具遗物是一个意思，戴在身上有专属效果，是构筑套路的核心。第2类就是开包的环节，比如说卡牌封面特效，就跟前面聊过的，跟小手牌的世界是一样的，能给你的纸牌增加各种强力效果。另外的卡包就是能够随机开牌，从中选出1张加入自己的牌组里面。第3个关键道具是优惠券，它没有品质之分，但效果非常丰富，它算是全局的强力 buff。比如说如果满血战斗结束，玩家角色最大生命值加5，比如说还有常见的效果，就是商店的价格降低35%。另外还有特殊强力效果，比如说精英和 BOSS 的敌人生命值加上30%，还有一些强力配合的优惠券，比如说破旧券。战斗开始时呢，往对方的牌组里扔10张破损卡，这些破损卡是触发不了纸牌效果的，包括任何花色和封面效果。这些是污染对方牌库、削弱对面的卡牌等等，还有其他强烈的优惠券。另外，在游戏地图中还有区别于杀戮尖塔中的俱乐部玩法。进入俱乐部需要幸运券，幸运券获取的方式有2种，一种是随机触发地图的事件拿到，第2种是和俱乐部的角色战斗赢了能够拿到的。
当然，玩家就算战斗输了也没事，不会掉血，玩家角色也不会死亡，只是拿不到优惠券而已。当然，玩家也可以直接跳过战斗，不选择进入俱乐部。而玩家选择进入俱乐部之后，里面有不同的 NPC 角色，各有专属的加成效果。玩家可以选择其中一个 NPC 角色进行加成效果，对于玩家前中后期提升战力、修改牌库作用非常关键。比如说，有的 NPC 是能够帮你加最大生命值的，有的能够移除你牌组里的卡牌，有的能够改变你卡牌的花色，还有的是能够让你从稀有遗物中选的一个直接加入到战局中。这些都能够根据玩家目前的需要和自己的构筑来进行选择，这些都能够让后续战斗轻松不少。那么在了解游戏的基础系统之后，再说说游戏的核心构筑思路，这是通关的关键。真要记住一个核心，21点里的 Ace 牌是万能牌，既可以当做11点用，也可以当做1点算。用好 Ace 牌，基本就赢了一半。而构筑的核心思路，实际上是把牌组里的人头牌，包括 JQK 和10点牌都去掉。极端一点的话，你甚至可以把9点、8点的牌都去掉，这样这些大牌出牌时不容易爆牌，通关难度直接降一大截。当然，这只是针对游戏来说，跟现实中的21点不太相同。另外，游戏中的初始牌组卡牌数量不多，最多也就20多张，并不像销售牌那样牌组臃肿难以操作，而且不像是销售牌或者杀手锏塔容错率非常低。这款游戏玩家就算留2种花色也能轻松通关，新手直接选择这个套路玩是没有错误的。游戏中的饰品是构筑的核心，饰品呢分为普通、罕见、稀有3个品质。重点是这款游戏中的饰品并不是纯粹的数值碾压，并不是品质越高数值越高，而且不同品质的饰品有明确的定位，在游戏中基本上没有低品质没有任何用处的饰品，就算是普通品质选对了也是非常强力的，甚至有些普通饰品不管前期还是中后期比稀有的品质还好用。具体定位和强力饰品呢，我的个人总结是这样的：第一点，像是普通饰品是能够保下限的，就算战斗输了也有正收益，比如失败回合后也能给对方造成最后持有卡牌点数的伤害，失败后能偷对面最后卡牌点数对应的金币，增加持有卡牌的幸运值等等。就算玩家没能凑出21点，也能赚伤害、偷金币，前期过渡非常好用。第二个是罕见品质的饰品，它能够增加战力、增加回血能力，主打输出和生存，但需要满足一定条件，还能跟优惠券联动，触发超强的效果，超越最高品质的饰品。比如说破旧之刃，没有一张牌在对方的破旧牌库中击打2点伤害，配合破旧券开场往对方牌库里扔10张破损卡，这样玩家在造成伤害时就直接默认加20点伤害，伤害拉满。还有是每回合都能回血的饰品，配合满血通关加最大生命值的优惠券，让玩家血条越玩越厚等等。最高品质的是稀有品质的饰品，它能够帮玩家轻松凑足21点，是后期的核心饰品。它的功能要么是直接提升幸运值，要么是直接凑出21点的机制。比如说人头牌的勋章，当场的点数达到20点且没有任何人头牌时，就直接触发21点，每场战斗仅能触发2次。而如果凑齐2个饰品，稀有品质的罗密欧袖扣和罕见品质的朱丽叶饰品，这样同样手牌只要凑齐20点就直接变成21点了，而且还没有次数限制。还有像是梅花大师戒指，手里至少有3张梅花牌且没有爆牌时，直接变成黑杰克的21点。还有像是走私腰包，手里4张牌没有爆牌就直接变成21点，每场也有2次限制。另外还有其他的强力饰品联动套路，比如说轮盘球，只要手里抽到有一对相同点数的牌，就直接触发21点，每场也是2次。另外还有像是破旧面具，只要玩家牌组里面有未升级的卡牌，就往对方里面扔一张破旧卡，持续能够削弱对面。这些套路在玩的时候，玩家都可以随便凑起来，因为单体的饰品都非常强力，配合起来呢就更强了。然后再说一下游戏牌组的选择，这款游戏的牌组设计是非常用心的，并不像是小手牌一样，你选择某个套路之后，这个最优解可以一劳永逸用到最后。不同的难度类型下，选择不同的卡组是很关键的。当然，这种体验在前4难度下也是能感受出来的。等再上难度之后，不同卡组和难度的一一对应就非常差了。举个例子，有一个难度是商店价格提升25%。最开始我选择了以纯黑桃为主的瘦身牌组，但是在这种难度下是不适合的，因为敌人有方片花色的牌会偷你的钱。这时候的商店价格又非常贵，打半天赚的金币呢全被偷走了，根本买不起饰品，后期一定会卡关的。这个难度我玩下来的最优解是选双色花色牌组，而且不能选方片加红桃的牌组，因为红桃只回血，方片是能偷钱了，但是伤害是不够的，打金关和 BOSS 会很吃力。但我推荐是选择黑桃加方片牌组，黑桃翻倍打伤害，方片能够把钱再偷回来，保证经济，就算对面偷你钱，你也能把钱偷回来。
再配合拿幸运值每回合拿钱的饰品，以及降低商店价格的优惠券，后期金币越滚越多，饰品随便买，通关非常轻松的。所以这款游戏跟杀戮尖塔明显不同的机制是，杀戮尖塔对方把钱偷走之后，你及时的把敌人消灭了，钱是能拿回来的。而在这款游戏中，对方把你的钱偷走了，你即使把对方打败，偷走的钱也不会回来的，除非你自己用方块的花色把钱偷回来。所以呢，要注意一下这一点。重点说一下这款游戏的难度梯度，这也是这款游戏最关键的分水岭。前3个难度是体验最佳的阶段。简单难度金币多，限制少，第一次玩熟悉规则，第2次这个难度下就能通关。紧接着第2个难度是稍微提升的，尝试2次玩家基本也能通关。第3个难度有小幅上升，但只要构筑到位，也能够很快过关的。等到第4个难度，游戏会直接继承之前所有难度的限制，敌人也开始携带饰品，战力大幅提升。这个难度需要多琢磨牌组和饰品的搭配，同时玩家对游戏的理解也会加深，知道怎么打造自己的套路。双方的战力始终是博弈状态，不会出现一面倒的情况，尝试几次也能通关，但已经能感受到难度的明显提升。而第5难度就是彻底的败笔，游戏直接开始给所有的玩家饰品上加上 CD 限制，同时又继承了之前所有难度，而敌人的饰品却没有任何 CD 的，纯纯的数值碾压。就算前4难度玩家玩的再溜，构筑再完美，也架不住这种不公平的设定，彻底数值崩坏，完全没有游玩的乐趣。所以本作在前4个难度里面，游戏的爽点真的拉满，这也是为什么在前几个难度体验极佳的原因。最后再说说这款游戏的爽点又是为什么强力推荐的原因。首先是这款游戏战斗节奏非常快，既不像常规的卡牌游戏，比如说游戏王、炉石传说那样需要留牌出牌，也不需要像常规的卡牌游戏那样考虑出牌顺序。在这款游戏中，你抽牌之后直接放在桌面上算点数，要牌、停牌、加注都是一键操作的，卡牌效果自动触发，手里的牌不需要停留，抽牌效果及时生效，所以一场战斗下来用不了多久，玩起来非常解压。而且这款游戏不需要太关注敌人的饰品和能力，因为最后游戏的反馈就是在21点的大小比较上，敌我双方给对方上底 buff 的种类是很少的，所以每回合中只需要稍微停牌时关注对方牌的点数大小就行了。而且游戏中有各种构筑兜底，比如说有比较大小输了，玩家也能造成伤害的爆牌流。另外就是游戏做的容错率非常高，就算偶尔爆牌输了回合，普通饰品也能让你有正收益，而且也不用像杀戮尖塔那样及时的存档读档运用 SL 大法。就算玩家输了几个回合，靠着饰品和优惠券的加成也能打回来。另外，游戏在单局游戏中是有构筑自由的，开始玩家并不需要凑特别复杂的 BD， 就算只靠单个强力饰品也能轻松度过前中期，后期随便凑几个饰品和优惠券的联动，就能形成强力的套路。所以即使在高难度下，新手在前期也能体验到构筑的乐趣，并且能够很顺滑的过渡到后期。另外还有一个很特别的设计，在玩家打败 BOSS 之后，其中的奖励是能够解锁新的饰品位置的，一般是解锁2个新的饰品位置。这就相当于把部分杀戮尖塔中史诗遗物的效果直接规划到玩家必拿奖励之中了。另外战胜 BOSS 之后，奖励还有3选1拿一个稀有品质的饰品，这使得 BOSS 战胜利之后真正能够引起质变，直接能够拉满后期战力。所以整个游戏的系统设计和数值优化都是在前作优秀的卡牌游戏基础之上来创作的。另外还有一点是，商店的饰品品质会随着游戏的进度提升，在单局游戏前期刷新3次可能出现罕见品质的，后期刷新3次大概就会刷出稀有品质的。它就不像四叶草深渊那样，开局不久就需要玩家刷出最高品质的道具。肉鸽杰克21点这款游戏饰品的概率跟游戏进度匹配的很好，玩起来非常安心。总结下来，肉鸽杰克21点真的是一款设计非常优秀的肉鸽游戏，把销售牌的卡牌特效、商店玩法、杀戮尖塔的走格子、肉鸽玩法融合的恰到好处，还针对前人的优秀作品做了一些超贴心的改动。比如说独立商店可以随便逛，前台难度下牌组的类型跟难度的梯度提升是一对应的。饰品品质的划分并不完全是数值碾压，而是玩家根据自己的需要跟机制强弱进行选择的。另外还有优惠券这种全局的 buff 非常给力，不得不说它把21点的核心玩法保留得很好，玩家并不需要复杂的操作，只需要专注自己的牌组构筑，战斗过程中非常爽快解压。玩家前期上手容易，中期有套路可玩，后期难度依然有挑战。所以不管是肉鸽老玩家还是1点的爱好者，这款游戏都能让玩家玩得尽兴。
当然，以上内容仅限于前4个难度，从第5难度开始，游戏数值崩坏。但我相信游戏制作人员会调整好后续的难度曲线的，而不是像现在这样为了强行增加玩家游戏时长，设计过高的难度。所以，肉鸽杰克21点这款游戏呢，玩家不妨观望一波。如果大家对这款游戏比较有信心的话，前4个难度确实非常爽快的，但我还是建议大家稍微等一下这款游戏后续的更新和修改。如果你喜欢本期视频的话，欢迎点赞关注，我们下期再见。